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库巴里扎，我是 Lisa。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每个亚洲家庭应该都会有的一个厨房电器，它存在于你的每一天，可是你却不会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就是电子锅。没错，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这台。噔，这台是特地家人从日本带回来的，相应的最新型的顶级电子锅盐武炊 IH 压力锅。然后今天一边开箱，会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我这次在选购电子锅的时候呢一些重点整理。然后因为这台电子锅是从日本带回来的，所以我最后也会分享一下从日本买回来的价差跟优缺点。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其实我蛮好奇耶，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对米饭的口感要求很高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为了减重啊、健身，其实都会减少淀粉的摄取，所以每天利用这么一点点 quota 能吃到淀粉的时候，我觉得一碗好吃的米饭真的是超级重要的，不然超浪费的啊，对不对？但我蛮好奇的，就是大家可以留言，就是告诉我嘛。然后另外我还想知道，就是大家都怎么样煮饭？因为我跟家里的长辈聊天的时候，发现长辈们其实蛮常用电锅煮饭的，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是用电子锅煮饭。我觉得用电锅还有瓦斯炉煮饭蛮困难的，但听说就是瓦斯炉煮出来的饭是最好吃的。我蛮好奇的，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吗？那这次这台机器呢，是相应的这个盐武炊，也是它最贵的系列，机型是 FA10。这边你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写1公升，然后5.5盒。这边呢就是第一个重点，只要告诉大家，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大小就是6人份，也就是5.5盒。那因为因应现在的小家庭啊，也有出现3盒、4盒炊的。盒是什么呢？其实盒就是1盒等于1杯米，好记吧？你要怎么选你需要的大小呢？通常就是我们吃饭的人数加2左右。如果你是1个人吃饭，你就选3盒炊，就是3人份的。4个人的小家庭就是选6人份。然后再多就是选10人份，就这样选就很容易可以判断你大概要什么样的大小。我觉得选适合大小的电子锅也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耗电量啊。还有一个小小的点，我觉得3人份的电子锅偏小，它的内锅很小。如果你是会想要拿电子锅来做其他用途，比如说什么做蛋糕啊，我以前会炖汤。那可能我觉得3人份有点偏小，就是6人份我觉得其实是最好用的。我先来开一下这个 ，OK， 好，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有这个说明书，也是全日文的，因为从日本买的嘛，有一些注意事项，然后还有2年保固，还有一些这个是。你看，煮饭9个遵守的内容，日本人真的对就是米饭很执着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要来打开这个，有点紧张，每次开箱就是小紧张很怕弄坏。好，然后它上面有个保护层我看到了，很美，蛮重的，很漂亮我要尖叫了，有人看到吗？哇，上面这样子有点小镜面，然后萤幕很大，下面呢是做一个雾面的，很漂亮偏方形的一个设计，但是很重，我现在拿起来很重。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黑色同色系的饭匙。它下面是3角形的，所以它的标榜就是可以这样站着，很棒吧？下面就没有了，其实蛮简单的。然后一样，里面跟相应一贯的有个这个内盖，一样都是黑色的，很漂亮。因为之前是金属不锈钢色，里面有这个量米杯，
我看网络上有的会有一个就是无洗米的，然后一个正常的，可是我拿到只有一个正常的。好，然后就是它的内锅，天哪，这里，整个超美的。这锅的重量也蛮重。好，然后我就要讲第2个跟第3个重点，也就是我们在选电子锅的时候会影响价格最重要的2个重点。第2个，加热方式也是最重要影响电子锅的价格的因素。那现在从市面上价格带的区分，从最便宜到最贵，分别是微电脑 IH 系列，还有压力 IH 系列。那它有什么差别呢？微电脑就是最基础的电子锅，也就是最传统的加热方式，就是机器的最下方呢有个加热盘，是用单一的方向在加热。这种通常价格从几百块到1-2千块就有了。那这个缺点就是说，加热方式是从底部嘛，所以如果说你煮的饭量多一点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下面熟了，上面没有熟。那第2个呢，就是现在最普遍的 IH 系列，也就是我自己现在也在用的，也是 IH 系列的，它是 Induction Heating 的简称，也就是它是有点类似电磁炉的加热方式，它是利用线圈创造出高瓦数的比较大的火力，让米饭能够通过这个热对流呢均匀而且快速的熟透，保有它那个 QQ 的口感。这个系列的电子锅其实在几千块到1万元上下就可以买得到。第3种就是压力 IH 系列，就是现在所有品牌里面呢最贵的系列都是压力 IH 系列。那它是在用 IH 加热之外呢，会再额外的加压，利用压力去提高它的沸点。所以它的烹煮温度呢，通常会超过100度。这样的加热方式能够让米饭更香甜，而且更蓬松。相对的，这些电锅就会再更贵一点。那我买的这台盐武炊呢，它有什么特别呢？你就记得它这个名字嘛，盐武炊，模仿在柴火上面这样子，就交替的火加热，然后造成的这个对流，让这个米饭在煮的时候呢，能够在这个锅子里面跳舞，所以叫做盐武炊。就是这样，听起来厉害吧？第3个就是内胆材质。内胆材质的话呢，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电子锅百百种，各种各样的都有，从不锈钢到最常见的不粘锅。那再高级一点呢，可能有的会说它是厚釜，就是厚一点，然后到顶级的这种多层次的复合材质，它主要会影响我们在煮的时候的导热速度、受热是否均匀、它的保温的效果，还有它米饭的口感。相应通常他们都是用铁器，所以在盐武炊的话呢，它是用多种金属合成的。在官网上面呢是写说最里面是铁，因为它可以很好的保热。然后接下来是铝合金加不锈钢的外层，那可以让它快速导热，并且有保温的效果。如果是虎牌，他们家就会有土锅。土锅的话是什么？就是像陶土这样子的材质。那因为陶土在烧的会有那种细细的细孔，所以宣称是说，在煮的时候呢，能够让这个热聚集，然后产生气泡到中间，然后米呢就会有空隙，然后就会很蓬松。我觉得越讲越荒谬。OK， 反正第3个就是内胆材质。第4个是清理的方便度，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耶，因为像这一台我在买的时候，它就强调，你看它的外观就是很简单的外形，上面呢它也几乎就是做平面，所以可以让你很简单的擦拭，包含它在这个按钮这边啊，它都是没有缝隙的，它都是有个涂层，所以你在清理的时候就是可以很轻松这样擦它就好了，这就是清理的方便性。然后另外呢，像它这个也是说我只要洗内锅跟它上面的那个内盖就可以了。那第5个呢，就是萤幕按钮的操作跟便利性。在这一款我在选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就是一贯相应的这种蛮简单的风格，一个就是保温炊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预约，用的很习惯。那像这款的话呢，它说是触控萤幕的，它的设计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酷的，是它的线是藏起来的，而且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藏在这边，拉出来之后，如果你要收起来，就像拉到底，
就收回去了，我觉得超酷的，就这样关起来。但这一款跟旧款我觉得有点不一样，是它没有提把。电锅其实我们都是放在固定的地方，所以我很少会去移动它。那即使有提把，其实像这么重的机型啊，你看我现在让2手抬都有点困难了。那用提把我觉得也是蛮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这样设计很好很简单。然后很干净。那接下来就来到最后一项，就是其他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加分项的部分。现在在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电子锅啊，也有很多新的设计。那因为我旧的电子锅其实已经一看用了10几年了，既然用10几年，然后又想开箱给大家看，那我就直上最顶级的电子锅。那这一款电子锅，我觉得它有一些真的是蛮期待也蛮加分的部分。第一个是保温功能的升级。它宣称是它保温可以30个小时，在长时间的保温还是可以吃到像刚煮出来一样的米饭。第二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都会忽略的一个重点，就是蒸汽。如果我们是小家庭，或是你的厨房空间很有限，必须把它放在柜体里面的时候，它减少蒸汽，也会减少蒸汽蒸发在你的柜体上面造成的潮湿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可能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会忽略的一个设计。然后另外它有一些小功能啊，比如说异味清理啊，然后一些 AI 煮饭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我很期待，就是想要玩玩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是简直是上班族的福音就是它的加速煮饭的时间超级短。我觉得一来可能是因为它是 IH 的加压锅，所以它本来功率就比较大，煮饭的速度比较快。可是我看到那个介绍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你知道它有分2种加速，一种是米饭快速，就是煮1杯米只要30分钟，但是还有一个白米特级，就是你煮1杯米只要15分钟。对于上班族下班回来肚子超饿，然后又想要赶快煮好饭，简直就福音就是回家把这个饭放下去，洗个手，收拾一下，然后你就有新鲜的白米饭可以吃了，太加分。OK， 以上呢就是我这次整理出来6个比较重要的选择电子锅的一些选购重点，希望能帮助到刚好要买电子锅的你。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次在日本买的优缺点吧，应该这样讲。第一个是，当然为什么会在日本买，就是因为价差超多。我这次买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便宜的，但是如果以官网价格现在是39900的价格来说呢，我买到的大概是半价。但是缺点的话呢，如果我在日本买，就不适用于台湾的保固。我发现就日系的电器跟欧系比较不一样，可能就是没有所谓的全球保固，它就是如果你在台湾买才会享受它的保固。它的保固有一个加强保固，就5年的嘛，那是针对内锅。所以我看了一下内锅，现在如果你单买是5800台币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就是你觉得划不划算。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萤幕的语言，它是日文，然后台湾的是中文，那就也是看个人觉得会不会有影响。那我是觉得，我觉得用起来应该是还好。好，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以上就是我觉得这次在购买这个电子锅的心得。那我真的超级期待的，要来玩一玩我的新玩具。好了，那这就是以上今天我这个新玩具开箱，我真的非常期待。之后应该也会用这台机器跟家里现在的电子锅还有大同电锅做一个比较，一个真实心得分享。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整理内容呢，也记得帮我点赞，然后留言告诉我你们都怎么煮饭，还有你们会不会很 care 米饭的口感。OK，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谢谢大家看到现在咯。